雪晨，安庄已经肃清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。桑启和守仙阁不会就此停止动作。各派到达之后，必起波折。从今夜起，加强雍雪城结界，无论进出，皆要监控。是。哎，城主，我还有一事。那个新入门的弟子，我与他在两界山相遇。我回尘之路坎坷，险象环生，他不曾想起。现如今他有心问道，只是性子跳脱了一些，还请苍长老耐心教导。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，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，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，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。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我就在这里了。啊，也好。仙盟5派，玄天门的严胄专治暗族。镜花宫的灵花灵草，都是天下一绝。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
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祖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了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画像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。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，试试吧。我这个具象是不是还挺强大？很帅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力强弱不在于法相本身，是在于修道者自身实力。所以你们得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我希望自今日起，你好好督促自己，不得胡闹，从此不许再做出对城主不敬之事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散了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长老还有何吩咐啊？你入门匆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雍雪城的新弟子，除了清明、中秋、除夕能修木以外，每日需卯时晨起修习，直到晌午。午后根据指派做出一些诸如清洁打扫、耕种值守之类的活计。今日轮到你打扫了。能用法术打扫吗？这个时候长老应该说不行，然后我说弟子开玩笑的。那请问长老，弟子今天打扫哪里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烦躁，做了城主之后，是不是要操心的事儿更多了？这是我的。就这么渴？我今天扫了13处院子，外加1处茅厕。幸好，最后1处是你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要先去打扫茅厕，再来我这里？这不是要完成苍长老吩咐的任务，又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是特别的，至少能给你打打下手，没想到。一视同仁而已。你确定你对我能一视同仁？你洗手了吗？骗你的，我堂堂爱欲圣女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怎么可能去扫茅厕？南庄主住明雪阁，你住吹雪楼，
数你俩疯呀！就连这院子里的树，你这里怎么会有悬铃树？此树只在暗域生长，种子也只有暗域才有。你以前去过暗域啊？当然没去过。听长老说，这棵树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生根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长在这里。原来它叫玄灵，是你的名字。可惜，这树在人界是不会开花的。真想让你看看那花，特别漂亮。想来他确实一时无法适应雍雪城的生活，是我疏于安排了。我想，既然此树离开暗域也能生长，你在雍雪城也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位置。跟我来。先登堂，后入室，然后，谢雪珍，我来了。你，这柄剑，喜欢吗？你这样问，我敢说不喜欢吗？昨日在剑中，见你还没有佩剑，在雍雪城休息，剑很重要。若是这柄不喜欢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些剑都和你一样，太刚直了，我很感动，但都不适合我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剑种。这里的每一把佩剑，都曾是雍雪城前辈和弟子的佩剑。他们曾像友人一样追随剑修一生，最终留在剑中，如同一座座丰碑。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，可以在其中挑选一把，作为自己的佩剑。所以，他们的前主人都已经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嘛。我懂。雍雪城弟子不能无剑，方才的你不喜欢，便在这里挑选一把吧。你经常带人来选剑吗？你是第一个。这么多剑，我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把？你可以去感受剑的气息，选出与你连结最深的那一把。
我的第一把剑，我叫它什么好呢？就叫第一剑吧。恭迎尊上出关。尊上，朽仙阁传信，谢道成已死，谢雪晨继任城主，并以离火传书，仙盟五派即将齐聚雍雪城。如此大张旗鼓，看来是想反客为主。谢雪晨的灵力恢复得如何？尚未知。尊上，咱为什么非要靠那朽仙阁去查呢？这种事交给知影探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别的用处，告诉朽仙阁，尽快探清谢雪晨的实力。是。尊上，探清之后，莫非您要亲自上往雍雪城啊？不，我还在等一样东西。快了，就快了。你与苍长老说，身体抱恙，无法迎宾。心病也是病，让我去迎接仙盟之人，我心里不爽。难道不是抱恙吗？有些道理哦。那姑娘来此观看是为了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吗？到现在还这么提防啊？灵体魔宫，我可不敢指望他们会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。你呢？怎么不去正气厅？我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去凑热闹了。来了。恭迎玄天门法剑尊者、一念尊者，请。听闻玄天门崇尚苦修，心智坚定，修习的心诀能驱除心魔，专克暗阻。你说，他们会发现我体内的魔气吗？姑娘的身上有我的灵墨符文，寻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发现的。那不寻常的情况呢？那便要看姑娘的命大不大了。不过比起玄天门，我更不想见他。恭迎镜花宫素公主，请。事实证明，冤家总是路窄。当年在明月山庄，你与高修士有过节。不好了！丧气大军西装，快跑啊！快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的换了。大小姐千金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一些恶主与贱奴的旧事罢了。南公子光风霁月，仙尘不染，不必听这种阿杂之事。当年一面，我也窥见些许。莫姑娘从前的日子太苦。哎，打住，不用可怜我，不需要。我并未要可怜莫姑娘，打不死就站起来，站着夺回一切。这世间道理本该如此。苍长老，何岛主，上次灵居岛一别，何岛主风采依旧啊。嘿呀，苍长老，别来无恙啊！请。灵居岛岛主何羡我，瞧着倒是个潇洒自在之人。听说他爱收养灵兽，那他和素宁真见了，不得吵起来？确切来说，已是水火不容。那感情好，
素宁真那人，看着就生厌，是得有人治治他。这碧霄宫的浮云空舟，还真是一艘比一艘富丽啊！副公主段长老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请。你说这傅渊庭和段霄荣夫妻俩，上哪儿找的这么赚钱的门道？这边请。你看那个，从头到脚身上穿着，无一不是天阶法器，天才地宝。这样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大概人人都想上去抢他吧？她便是碧霄宫少公主，傅兰生。哎，娘。我去玩了。去吧。她还有一个天下第一的称号。南旭，傅少公主，我听说你也来了雍雪城，所以就跟着一起来了。你旁边这位美人，倒是面生啊。哦，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穆玄灵，这位是傅少公主。穆姑娘好。我方才还以为是高修士呢。你说的高修士，该不会是传闻中的仙盟第一美人镜花宫高秋明啊？很难想象，她竟然比姑娘还美。都美，风格不同。你该不会是个修士吧？是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金丹境了。姑娘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大可以找我帮忙。南虚月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吗？啊，初次见面，没准备什么礼物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前些日子搜罗来的法器，都是适合女子用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这些可都是天阶法器啊！这有什么啊？我家多了去了。碧霄宫呢？富甲天下，傅少公主可是天下第一有钱人。既然她执意要送给你，收下吧。收下。爹。什么声音啊？爹。什么声音啊？我的灵兽。什么灵兽的叫声？是爹啊？你是我爹吗？你出来，你让他出来。出来吧。你是我爹吗？他爹走丢了。我觉得啊，我是个人这件事，应该挺明显的。娘亲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可我的钱也是爹娘给的。这么说来，世上最有钱的修士，该是我爹。哥哥，叫我哥哥的人多了，数你这声最好听。来，哥哥送你一些见面礼。这些都是适合灵族用的。你怎么会有灵族用的法器？我家可有3000灵族。你家有3000灵奴？不，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起玩。小东西，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回去帮你打听打听。傅苍离。傅苍离，这个名字的确像我们碧霄宫的人，我会留意的。那我先走了。2位，3位，告辞，不送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是想说他就是天下第一冤大头，对吧？请问
你在里面医师了。多谢。看来，这位就是传闻中的高修士了。果然容貌异丽，风姿优雅，比这穆姑娘亦相去不远。还如此文静端庄，与谢少城主的确很相配。这人老看我做什么？见到美人也不用这么夸张。罢了，出门在外，代表镜花宫，不与他计较。果然典雅，当真是有少城主夫人之气质。谢少城主，不知此次召集我等前来雍雪城，是有何要紧之事？怎么不见盟主？各位前辈，雍雪城蒙难，盟主遇害了。怎会如此？是何人所为？定是桑琪和朽仙阁所作。朽仙阁？朽仙阁与桑琪共谋，镜花宫玉令曾被他们盗取，盟主也是因此被害。他们意在夺取所有的玉令，不知各位门中今日可有异常？未曾发现任何异常。敢问，雍雪城的那枚玉令现在何处？对方并未得手，玉令还在我雍雪城内。我早便说过，应该抢先攻打暗域，杀光那些肮脏之物。暗族不死不灭，贸然前往恐怕难以制胜。是啊，还是要谨慎行事啊！倘若仙盟损失太大，不合算呢。此次桑琪卷土重来，是要夺取混沌珠，打开万仙阵结界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要推选出新任盟主，将混沌珠移交于他保护。谢少，谢城主，乃当今仙盟公认之翘楚，我认为你可以担此重任。之前我在两界山修补万仙阵时遇袭，被困熔渊7日，身受重伤，灵力迟迟无法恢复。眼下情势紧急，怕是无法担此重任。只要谢城主一句话，我碧霄宫马上重金聘请天下名医为您医治。另外，我碧霄宫有这世上最安全的金库，足以保管混沌珠。眼下事态紧急，哪里容得耽误？再说，你碧霄宫何曾真的惦记过仙盟大事？苏宁真，你若有心争正盟主之位，你直说便是，何苦在这儿出言讽刺我碧霄宫？直说又何妨？一直以来把守两界山关隘、抗击外敌的只有我镜花宫。这唯一丢了玉令的，也是你镜花宫。若是让你当了盟主，恐怕什么也守不住吧？何羡我，你终日与灵族为伍，恐怕早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二位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大嫂慈悲。法剑尊者，他辱我镜花宫在先，我不得已才出的手。
法剑尊者既然发话了，那我就不再说什么大实话了。 6000年前，先辈乾光军建立仙盟，就是为了弥合分歧，共同抗击外敌。如今谢盟主尸骨未寒，敌人尚在重重迷雾之中，你们便要自己分崩离析了吗？看来今日是没有结果了。 这几日，还请诸位在城中考量盟主人选，择日再行选举。仙盟之中，我与道成最为交好。如今他走了。 我又少了一酒友，想来雪尘是心中有疑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说，将我们叫到雍雪城。那谢城主怀疑的人里，自然也包含了你。哼，如今他是城主，谁都不能轻信，正该如此。道成若是看见了，也会欣慰。 那您为何不争一争这盟主之位？岂能任由那素凝真欺眼嚣张？哼，那老狮子盟主争来干什么？我远居灵居岛，就是不想被这些琐事所困扰。为教训个素凝真去争，太不值当。这边请。 苏公主跟各位修士便在此院落安歇，请。这边请。秋明，师父，发什么愣呢？ 我只是没想到谢盟主竟被贼人所害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身为镜花宫的少公主，怎能如此怕事？秋敏，你需要修炼的不止功法，还有心智。弟子明白，师父。待我当上盟主。 你也要有能力继承镜花宫才是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重事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是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。 而你，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，所以我能在运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，乃法相之境。
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谢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难过一下。我尽量不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应该做。师兄，哪怕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你也应该做这个盟主。论道心之间，我不如谢城主；论修为之强，我更不如他。没有打过师兄，怎么能自认不如？谢城主纵然天生识窍，可他还这么年轻，难道比得过师兄这500年的修为吗？谢城主道心无垢，剑行纯粹，而我却心有杂念，不配其位。师兄，师傅，掌门累了，让他先休息吧。玄心，你唤我一声师傅，怎的成日偏帮掌门？你不该拉我，该劝他啊。掌门有自己的主意，旁人不该强加意愿给他。旁人？你师傅我是旁人？是，我也是旁人。你，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省得你如今尽是弃我。唉，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。师傅，悔之晚矣。